深夜，寝室楼微信群有人问宿管阿姨怎么还没来查寝。阿姨平时为人特别负责，每晚熄灯前雷打不动的查寝，到点就锁门。大家正讨论间，203忽然发消息，阿姨死了。我嘎的，看到这条消息，我赶紧回复@203，这个玩笑不合适吧？虽然宿管阿姨严厉了点，可这么咒别人，我觉得挺不好的。我发完，其他女生也跟着纷纷吐槽。502@203，大半夜的别吓人，我胆子小。501，就是啊，我回来的时候还看到他了。303，有病。我们这栋楼住的都是大4临近毕业的学生，虽然有5层，但实际上只有几间宿舍住了人。我找的实习单位离学校很近，便一直住校。在大家的一片指责后，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：203，大半夜的你怎么开这种玩笑啊？是不是心情不好？难道是失恋了，或者毕业论文不顺利？我对203有点印象，她很漂亮，好像是艺术系的。我正想着，便见她又发了条消息：203，没开玩笑，真嘎了。说完，他在群里发了张照片，只见阿姨正坐在她的单人床上，她身上穿着的睡衣全是大片的血迹。最可怕的是宿管阿姨的脸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直勾勾地瞧着拍照的人。看完照片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203，她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嘎人呢？受到惊吓的不止我一个，一瞬间所有人都没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203又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：嘻嘻，刚看完鬼片有点害怕，忍不住跟大家开个玩笑，吓唬一下你们，别介意呀。说完，他接着发了张照片出来，点开一看，是一部最近很火的恐怖片截图。我感觉有些无语，这种玩笑可不怎么好笑，尤其是现在都11点多了。不过没事就好。可是那张照片怎么解释呢？想了想，我在群里问了出来：刚刚你发的照片怎么回事？阿姨平时挺严肃，我不信她会配合203摆拍这种照片，就为了跟我们开个玩笑。你忘了去年万圣节吗？当时整个学校搞活动，宿管阿姨为了参与优秀宿舍楼评选也参加了，我是那时候拍的。她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去年万圣节的时候，在学生会的组织下，学校搞了一场很大的活动。那天我本来也想参加的，但刚好遇上闺蜜生日就出去了，便错过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其他人也在群里表达自己的不满。502，你吓死我了，下次别开这种玩笑了。501，有毛病吧？自己害怕就来吓我们，有没有公德心？见没事后，我又接着开始玩游戏。刚打完一局王者荣耀，忽然有人私聊我，是一直没说话的201。小将，我怀疑真的出事了。去年万圣节我跟宿管阿姨自拍过，我刚刚翻了照片，她那天穿的不是这身衣服。打开她发来的照片，我只觉眼前一黑。她说的没错，去年宿管阿姨穿的不是那套蓝色睡衣，而是白色的。照片里她身上和脸上虽然也是血迹斑斑，可是从她的血迹和妆容来看，能看出是化的妆。而刚刚203发的照片里，阿姨身上却很像真的血。我的心一下子又悬到了半空，我急忙去翻203刚刚发群里的照片，准备再仔细对比一下。只可惜在群里人骂完之后，他就火速撤回了。201，怎么办？要报警吗？可是没有证据，如果报警，警察来了之后发现虚惊一场，以后同学间见面难免尴尬。可不报警的话，万一是真的呢？要是宿管阿姨真的被203杀了，现在大半夜的，宿舍门也锁了，那我们其他人会不会是他下一个目标？思来想去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，忙问201，你们系的辅导员是不是就住1楼？听说上个月因为教师宿舍满了，我们这栋暂时住进了一个新闻系的男辅导员。学校为了不影响我们，男辅导员被安排在1楼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搬走。我一提醒，201也想起来了，我有他微信，我问问，他就住1楼，我让他去看一下。201说完，我忙补了一句，先等一会儿，万一203也在1楼呢？如果203一直在1楼没走，那辅导员现在过去也很危险。我跟201一起煎熬的等了一会，直到10分钟后，201再次发消息过来，203他应该在房间，我听到他房间里有短视频的声音，还有他们房门有点问题，平时开门声比较大，要是他刚刚去1楼，我应该听得见开门的声音。既然人在，说不定是我俩想多了，更何况谁嘎了人还说出来，又不是疯子。过了一会儿，201发了张照片过来，我一下子认出来这是阿姨的宿舍。她正躺在床上，盖着被子，头上还有块湿毛巾，脸上也没看到血迹。辅导员刚刚看过了，说阿姨没事，她发烧了，所以今天没上来。阿姨让辅导员等下帮她查个寝。原来是这样。201说完，又在大群里发了一遍，阿姨生病了，让我们系的辅导员帮忙查寝，她等下会上来，大家都回自己宿舍吧。这下应该没问题了，我也放心了。洗漱完正准备接着玩游戏，忽然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。同学你好，查寝，麻烦开下门。
好的，老师等一下。我正准备开门，忽然间又想起了一件事。学校规定，查寝要求必须男女老师共同一组，女生宿舍就由女老师进去检查卫生，男老师门口站着，反之亦然。有时候女老师有事，那么男老师就隔着门清点人数，一般不会进女生宿舍，我们也不需要开门。我记得楼下住的那个辅导员来学校好几年了，按理说他应该知道这个规矩的。想了想，我飞快地给201发了条消息：你们辅导员刚刚进你宿舍了吗？等了足足快1分钟，201都没回我。我正焦急着，敲门声又响了，咚咚咚，这次声音比刚才快了很多，似乎等在门口的人已经有些不耐烦。402的同学，你睡了吗？麻烦开下门。我飞快地给201发了条消息：你们辅导员刚刚进你宿舍了吗？等了足足快1分钟，201都没回我。我跟他之前对接工作的时候，他几乎消息都是秒回，就算上课也不例外。可现在怎么过去这么久了都没动静？我正焦急着，敲门声又响了，咚咚咚。402的同学，麻烦开下门。开还是不开？我的大脑飞快转动着，想了想，终于找到了一个蹩脚的理由。老师，我在卫生间，脚抽筋了，现在动不了。为了不让他拆穿，我特意把声音压得很低，让他以为就是从卫生间传来的。只听他说道：好的，那我先去楼上，等会儿再下来。等到脚步声走远，我一下子冲到了卫生间，然后把门反锁。接着我开始给201打语音，响了半天都没人接，我的心一沉，难道真的出事了？我正准备报警，忽然201回消息了，进来了。他也去了203，说没什么异常。我刚刚洗澡去了，没看手机。想了想，我还是决定跟他打个语音，这样才放心些。刚准备打，忽然间我被拉进了一个新的群。我一看，群里有303、我501和502。一进群，我就看到303发了一条消息：小心201。我的心一紧，忙问为什么。303回我下去拿外卖的时候，看到他跟一个男人一起进来了。男人303接着发，我记得她有个男朋友，是校外的混混。我怀疑刚刚查寝的不是辅导员，是她男朋友。不是吧？我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想了想，我问他：你确定吗？刚刚辅导员进你宿舍没？没有，我不敢开门。看来他跟我一样，察觉出了不对劲。我俩说话的功夫，我发现501和502一直没动静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嘛。于是我忍不住提醒501、502，小心查寝的辅导员，不要给他开门。我话落，忽的楼上传来一阵惨叫声，不知是谁发出的，凄厉又急促。我的心一下子飞快跳动。501、502，你们还好吗？出什么事了？303，怎么了？402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看来他没有听到惨叫声。我正要接着说，501回话了，没事，我在看恐怖片。502跟我一起呢。502，对，我俩在一块儿。刚刚没看手机，辅导员已经查完寝下去了。502说完，在群里发了张照片。他拍的是501，只见501坐在凳子上，脸朝着笔记本方向。不对，怎么又是恐怖片？好端端的，今晚怎么个个都在看恐怖片？我正想着，303已经私聊我了，你刚刚怎么这么问？我忙回，我怀疑他们出事了。刚刚我听到了惨叫声。303，你赶紧来我这里，我们宿舍有2道锁，很安全。假如501和502真出事了，不管外头的辅导员是真是假，我现在都非常危险。这么看来，他宿舍是比我这里要安全点。我正焦虑间，303又继续催我，快点，我刚刚已经报警了，你来我这里，我们一起等警察来。我咬咬牙，拿起手机和充电器，便准备夺门而出。再不走，说不定就轮到我了。忽的手机又来了新的消息，是201发来的，不要相信303，他宿舍藏了个男人。不等我说话，201又发来了新的消息，303的男朋友是个混混，他现在就在303宿舍，你千万别过去。说完，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中的主角的确就是303，在他旁边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正低着头。201又发了条消息，我没骗你，你看照片右上角的时间，赫然就是今天。我再联想到刚刚的那个男人，要是这样的话，303很可能就是他的帮凶，那他让我去他宿舍，就是为了骗我出去。我抿了抿唇，那么你呢？你还是201吗？这句话发完，那边没有回复，而我再也不敢犹豫，马上报了警。我在东南科技大学老校区4号宿舍楼，现在外面有一个杀人狂，可能是2个，求求你们快点过来。报完警后，我稍稍冷静下来，我忙把宿舍里的桌子推到了门口，将门堵住。过了一会儿，外头又传来脚步声，紧接着又有人敲门了，咚咚咚。同学，5楼查完了，麻烦你开下门吧。一想到501和502可能都被他嘎了，我吓得牙齿都在打颤。我战战兢兢地回：老师不用开门了吧？我们宿舍就我一个人，你也听到我的声音了，我现在很安全。我说完，门外的男人笑了一下，那笑声很轻，带着明晃晃的嘲讽。怎么不用？501和502也说不用查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吓得头皮发麻，只能干巴巴地顺着他的话问：怎么了？没办法，既然他们不听话，不肯开门，
我只好亲自开门进去了。话刚落，房门就是一声巨响，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用力砸门。我壮着胆子，小心翼翼地透过猫眼去看外头的男人。他穿着一身全黑的衣服，戴着帽子和眼镜。只见他正低着头，手里拿着一把斧头，用力地砸门，而那把斧头上还带有鲜血。我下意识地按住房门，对着门外喊道：“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叔叔很快就要来了。”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可是我的身体在不停地打颤。忽然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了男人砸门的声音停止，他接听了语音。他滑动语音的那一刻，我看清了，是203打来的。什么？好吧，那我现在就下去。说完，男人就匆匆离开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正琢磨着，不一会门外再次传来脚步声，我的房门也被再次敲响。我从猫眼一看，正是303和他的混混男友。402，救命！快开门，求求你了！怎么办？救还是不救？这是201再次给我发来了消息，不要开门，千万别给他们开门，外面危险。我正看着手机，只听门外303的男友发出了惊恐的声音：“你别过来，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！”接着传来一声惨叫。当我再次看向猫眼，发现303的男友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嘎人的正是刚才那个拿着斧头的男人，而他身后跟着的人正是203。随后他又举起手中的斧头瞄准了303。11晚上12点秒杀时，我点了一杯奶茶，超时了1个小时。我给骑手打了10通电话，都无人接听，气得我私信骑手要投诉他，给他差评。1分钟后，骑手礼貌回复：“实在不好意思呀，妹妹，上一个给差评的人骨头太硬了，我锯子都给磨钝了。放心，马上到你家。”此时外卖软件上显示骑手距您500米。看到这个回复，我直接被气笑了。送外卖超时了不说，还有脸来吓唬我。我直接一个差评送给他，然后打字回复他：“没事的大哥，奶茶晚点送也可以。昨天给我送外卖的小哥，肉质太老了卡牙，我正用高压锅压呢。吓人和口嗨谁不会？”我把手机扔在了一边，便不再理会。看了一会儿书，我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下，开始有些后怕了。我很担心自己刚才的行为会激怒骑手，万一他真的是个疯子。越想越害怕。他知道我家地址，我的外卖地址都是精确到门牌号的。我想了想，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我快速收拾了一个小包，蹑手蹑脚地打开了门，去了对面的603。这间房是我准备毕业后用来干直播的，比较清静，户型小。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过道里漆黑一片，我放轻了步子，竭力控制自己不惊动过道的声控灯。突然5楼有人咳嗽了1-2声，接着是重重的脚步声，有人上来了，我的心狂跳起来。我赶忙跑到了603，关上了门。是那个骑手来了吗？我悄悄地转过了身子，把眼睛贴在了猫眼上。一个穿着明黄色衣服的小伙提着一杯奶茶，他神色如常，没有丝毫愤怒的样子。他看了眼楼道的号码过后，就急匆匆地上楼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原来不是给我送奶茶的骑手呀，真是自己吓自己。我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准备在沙发上将就一晚，明天再想办法。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，这突兀的一声响，在黑夜显得格外可怕。我被吓得一个机灵，连忙把电话挂断了。是住在我楼上的学姐，比我大2届，她人很好，平时对我也很照顾。我刚想给她回个消息，告诉她自己已经睡了，有什么事明天说，学姐的信息就发过来了：“酱汁，你的奶茶怎么送到我这里来了？”我赶紧打开外卖软件，发现自己居然把地址填错了。我把地址填成了学姐的了，因为上次学姐帮我修过手机之后，我为了感谢她，请她吃了炸鸡，后来又给她点过几次外卖，不小心把她的地址设成默认的了。而那个骑手就是给我发威胁信的那个，我的心里陡然害怕起来。我咽了口口水，试探性回复：“学姐，你开门了？”“对呀。”“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我一开门，那个骑手就疯狂给我道歉，说自己路上有事耽搁了，才把奶茶送晚了，求我不要给他差评。酱汁那小伙子挺诚恳的，都快哭了。社会上挣点钱不容易，一个差评要扣人家几百块，你就别给人家差评了。行，我的心稍微安了一下。虽然不太赞同学姐的话，骑手把餐送迟了还恐吓我，我给他差评是天经地义的，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原来骑手真的是口嗨，我让他把奶茶给你送下去了。看到这一句，我的瞳孔猛地放大。虽然确定了骑手是口嗨，但他说过的那些话总让我有些膈应。现在又这么晚了，我还是有点害怕。我刚想说不用了，把奶茶送给骑手了，门外就传来了震天响的敲门声。我把耳朵紧紧贴在了门上，是对面的门。我突然想起我表妹还在屋里睡觉，她今天来我这里玩，我居然把她给忘了。我连忙打字想提醒她不要开门，门就被砰的一声打开了。敲什么敲？大晚上的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表妹的嗓门很大，中气十足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
我是来送外卖的，超时了这么久，真的太不好意思了。什么外卖？江女士的奶茶。我姐的。算了，给我就行了。你往里面看什么看？别把地给我踩脏了。我心下一惊，表妹说话向来是口无遮拦的，我很讨厌她，但也担心她把这个脑子不太正常的骑手给惹怒了。要是她出了什么问题，我是要承担责任的。我直起了身子，从猫眼往外看，骑手背对着我，昏黄的灯光下，他的衣服脏兮兮的，有几块橙黄色的污渍，看着挺像血的。我刚要仔细看，骑手猛地扭过了头，猫眼里他的脸扭曲变形起来，连嘴角的弧度都诡异了几分，像是能隔着门直接看到门内的我。我被吓得差点惊叫出声，我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，瘫坐在了门前。门外很久都没有说话声传来了，该不会表妹真的遇害了吧？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。送到了你就走吧。表妹的声音再次传来，砰的一声，门被用力地关上了，楼梯间又归于宁静。再次看向猫眼时，只能看到一片漆黑。那个骑手走了吗？我的心还是没有完全放下。表妹的消息弹出来了，姐你到哪里去了？是不是一个人偷偷出去玩了？居然不带我，小心我把你的小秘密都告诉你爸妈。你先睡，明天带你玩。你点的那杯奶茶我喝了，喝吧喝吧。我烦躁地回复了句。这些事情把我弄得睡意全无，我把媒体音量调到了最低，坐在沙发上刷了会儿抖音。表妹1周前发的视频弹了出来，是感叹脆皮大学生的。她说自己喝换了牛乳的奶茶，把自己喝进了医院，说自己以后喝奶茶可要认真检查了。我表妹她乳糖不耐受，她平时很注意这个。我那杯奶茶是加了牛乳的，奶茶杯上也写了的，那她为什么还要喝？我心里有了不好的猜测，难道刚才和我聊天的人不是我表妹？怀疑刚刚和我聊天的人不是我表妹，而是那个变态的骑手。表妹很可能已经遇害了。我正琢磨着，表妹的视频电话突然打来了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起来。虽然有可能会看到一些恐怖的画面，但是接了视频就可以确定表妹的安全了。表妹的脸占据了整张屏幕，表情也很正常，她没遇害。表妹葡萄核大小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显得诡异又恐怖。姐你到底在哪儿呀？她的嘴开开合合。在朋友家，他失恋了，我安慰他，不用担心我，你自己早点睡。我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回答他。你还有朋友？我听姨妈说你可不合群了，都没朋友的。你寝室有个女生特别不喜欢你，还让你吃臭抹布，哈哈，你到底吃了没有？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表妹这才换了个话题。那我今晚要一个人睡了吗？那可不行，我一个人害怕。表妹闹了起来，我皱起了眉，想着找个什么理由敷衍她才好。表妹的眼珠一转，直勾勾地盯着我身后。姐，你身后的那个草莓熊可真好看，能给我吗？什么草莓熊？我问了句。就挂门口那个，你把手机举着，我看看。我看了眼门口挂着的布娃娃，那是我从娃娃机里夹的，也没啥用，就把它们都挂在门口了。那你要了娃娃就不能再闹我了，你自己一个人好好睡觉，我明天带你出去玩。好。表妹答应了。我走到门口，把手机对准了门上的娃娃。快点，看清楚了吗？我明天带给你。手机那边却迟迟没有传来声音。我不耐烦地又问了一句：表妹你干嘛呢？突然一阵低沉嘶哑的男声从手机里传来：小妹妹辛苦你了哈。我被吓得身子一僵，视频通话里表妹的表情完全变了，恐惧爬满了她整张面孔。手机被人拿远了，我这才看清了表妹整个人，她的四肢被捆得死死的，身上还有几处伤口。我已经帮你找到我姐了，求求你不要杀我，是她得罪了你，是她乱说话，你去杀她吧。一双黝黑的大手温柔地摸了摸表妹的头。没事的，莫害怕，我还要感谢你帮我找到了你姐姐，放心救一下，不痛的。接着男人又阴森森地对我说：我知道你在哪里了，放心，我马上来找你了。奶茶超时了这么久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手机屏幕黑了下来，我冷汗直流。我看向了大门的方向，防盗门的内侧写着门牌号。我们这栋居民楼很老，门牌号不仅在门外有，门的内侧也有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表妹关门之后，我并没有听见骑手离开的脚步声，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，表妹就被骑手给控制了。他和我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骗出我的具体位置。骑手现在已经知道我在哪里了，他马上就要来了。他就是个疯子。我感觉浑身血液都凝滞了起来，我几乎无法呼吸。但我知道现在我必须保持冷静，只有冷静才能获得一线生机。我把门锁检查了几遍，只要我不开门，他就进不来。我安慰着自己，刚准备报警，楼上学姐的消息就发过来了：酱汁，你没事吧？那个骑手给我送餐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个脏兮兮的手提袋，一直往外滴什么东西。当时楼梯道太黑了，我就没仔细看。我越想越奇怪，刚刚就打开了门去看了看，
他给我拍了张照片，学姐家门口的棕垫上有一滩血迹，真的太吓人了。你可千万别开门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咱们耐心等着警察来就好了。学姐发来了一张报警的截图。突然敲门声响了起来，杀人狂仅与我有一扇门之隔。开门，妹妹，我给你送奶茶来了，凉了就不好喝了哟，要给我个5星好评哟。骑手的声音疯狂又扭曲，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。所有刷未知全貌不予置评的人，你们的网名就是你们的死法。看到评论区的这个留言，我在下面回复未知全貌不予置评，我只当是个乐子。结果当天晚上就死人了，尖叫声响彻整座宿舍楼。一个叫林宝的同学死了，他被吊在天花板上，脚上没有穿鞋，一把刀立在地上，刀尖正好顶着他的脚趾，而那根绳索并不结实。林宝的尸体摇摇晃晃在刀尖上晃动，仿佛在跳诡异的舞蹈。我们全被这一幕惊住了，因为我知道林宝的网名叫刀尖上的华尔兹。昨天的评论区他也留言了，有人跑去找老师，可他发现门竟然被锁死了，宿管大爷也消失不见。我想报警，结果拿出手机一看，手机竟然根本没有信号。我们的宿舍楼是混住，1到3楼是女寝，4到6楼是男寝。因为今天是端午节放假，所以留校的学生少之甚少。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佳怡，昨天我还转发给她这个帖子，她也乐呵呵评论了一句未知全貌不予置评。佳怡平时特爱看热闹，此时这么大动静，她却没下来，这让我不由得开始担心她。我赶紧上楼去找她，她的网名叫阳光下的小蛇，我觉得她的网名应该很安全。来到佳怡的房门口，我使劲敲了几下，里面没人回应。幸好我知道她喜欢把钥匙放在门口的地毯下，于是我把手伸进地毯摸了摸，还真摸到了钥匙，然而钥匙却是湿漉漉的。我拿起来一看，手上满是鲜红，一股惊恐占据了我的内心。我赶紧打开了门，屋里的情景让我双腿发软。他趴在地上，身体弯曲的像一条小蛇，他的房间朝东，等天亮时就会有阳光照耀在他的身上，那正是阳光下的小蛇。忽然宿舍广播声响了起来，昨天晚上所有在评论区底下留言未知全貌不予置评的同学，马上来501集合，不要犹豫，马上来。网络虽然断了，但是广播室还能用，我不敢迟疑，赶紧去了501号房。房里除了我还有另外3人，叫我们来的是个女孩，她坐在床板上，说话都在哆嗦。我们被人盯上了，今天死的2个人全都是昨天在评论区回复的人，而且都死于他们的网名。你们记不记得半年前的女生跳楼事件？大家都沉默了。那事儿当然记得，半年前有一名女生在学校厕所被偷拍，她抓住了偷窥者，结果一查手机，里面啥也没有。女孩哭着在校园网上直播，说自己真的遇上偷窥狂了，没有人听她解释，都在下面回复未知全貌不予置评。最终这名女孩被嘲讽到下播，心灰意冷的她在屋顶一跃而下。警方介入后查出那人真是偷窥狂，那手机里有隐藏相册，所以当时女孩没能查出来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次的凶手是为了那个女孩出头吗？很有可能，这次的帖子发在校园网，也许就是揪着之前的事情不放。我建议大家今晚抱团，千万别落单。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静，网名叫木子。一个高瘦的男人说。郑强，网名大江东去。我小声说。我叫酱汁，网名碎尸万段。气氛一下寂静了，他们都惊愕地看着我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这个网名是我分手以后前男友偷偷登我号改的。就在这时，最后一个男人忽然笑了。原来全都是危言耸听，等天亮时老师来了，不就没事了吗？浪费我的时间。我沉声说。兄弟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他听了之后哈哈大笑。如果是真的就好了。老子叫张伟，网名叫少妇，让我精尽人亡。之后张伟走出了门，似乎根本没打算和我们抱团。而我思索一会儿，抱歉，我也决定等老师来。我走出门，快步走向了张伟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疑惑道：你干嘛也出来？你不是要和他们抱团吗？凶手也可能是他俩之中的一人。如果凶手想杀我们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接近我们。那如果我觉得你是凶手呢？老子不跟你们任何人抱团。这人没那么笨，他选择离开，估计和我猜的一样，担心凶手在内部。我不敢相信李静和郑强，我对他俩完全不熟悉，只好独自回到房间，紧紧锁上了门。就在我沉思的时候，外面忽然响起了焦急的敲门声，传来了女人的声音：我是李静，刚才郑强死了。怎么可能？你说什么？那家伙不是跟他待在一起吗？难道李静就是凶手？所有刷未知全貌不予置评的人，你们的网名就是你们的死法。当晚一个女孩被吊死在天花板，脚底放着一把刀，女孩的网名正是刀尖上的华尔兹。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郑强死了。什么？那家伙不是跟你待在一起吗？
他是怎么死的？我记得他的网名叫大江东去。李静哭着说，他说要和我挤睡一张床，我不肯就让他去厕所睡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想用厕所，就发现他倒在地上被割喉了。你能不能开下门？我现在一个人真的好害怕。当时张伟和我都回了自己房间，只有郑强和李静待在一起，偏偏郑强死了，这让我怎么敢相信李静？我沉思许久，最后拿了把小刀藏在口袋里，然后警惕地打开门。李静站在我门口，哭得梨花带泪。先带我去看看郑强。在路过张伟宿舍时，我们还一并叫上了他，而张伟一见到李静，眼神就充满了凶狠，仿佛已经认定他就是凶手。我们来到郑强的卫生间，看到郑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血流成河，被冲进了下水道，最终被排进滚滚东水，还真是大江东去。我检查了一下宿舍，宿舍虽然有窗户，但也同样门窗紧闭，而且窗户外面还有防盗窗。张伟看了看李静，冷笑道：“你敢说这不是你干的？”李静着急地说：“真不是我，如果我是凶手，我会傻到让你们都知道吗？”这凶手神出鬼没，看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主动出击。我们来到了宿管大爷的房间，虽然宿舍里没网络，但是大爷的房间里有电脑监控。可当我们查看电脑监控时，才发现这电脑的主机电源线早就被人为剪断了。我越想越奇怪，忍不住看了眼墙壁，那墙壁上挂着一大串钥匙。我检查了那大串钥匙，陈生说：“大爷失踪了，钥匙却很完整，也就是说凶手很可能不是用宿管钥匙打开房门，那他是怎么进来的？”房门紧锁，又有防盗窗，他不可能进得来啊！今晚我们仨在一起，谁也别睡，就盯着彼此。如果凶手不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人，我们还能保护彼此。面对李静的提议，张伟再次冷笑：“你就是最大嫌疑人，还要我整晚和你待在一起？没门！你还没发现吗？凶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潜入我们的房间之中。”笑话，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！你们之中定然有人是凶手。如果我真像我的网名那样死了，那我无怨无悔。听到这，我有些无语，毕竟他的网名叫少妇，让我精尽人亡。张伟走后，只剩下我跟李静。一回到了宿舍，李静就委屈地说：“幸好有你愿意陪我，否则我今晚真不知道怎么熬过去。”我沉默不语，而是将他死死绑在了床角。对不起，不管你是不是凶手，我都要确保自己的安全。李静急得在屋里大叫：“你是想害死我？”我明白自己对不起李静，但在这个夜晚，谁都有可能死。我心里已经有了计划。宿舍里手机信号不好，只有2个原因：一是附近的基站被破坏了，二是有人装了信号干扰器。破坏基站难上加难，所以凶手肯定是用了信号干扰器。我不需要找到他，我只要拉下电闸，信号就有可能恢复。我来到1楼的宿管室附近找了找，果真找到了电闸，然后一把拉下了总闸，整个宿舍楼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而我连忙拿出手机，尝试着拨打报警电话。喂，你好，这边是报警平台。那边传来声音，我激动的都快要哭了。刚要说话，我的后脑勺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痛，接着我失去平衡，软软的倒了下去。